就在习近平失势传言满天飞的今天，美国大学副教授、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唐志学6月份将推出一本新书，讲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一生。书中揭示了中共固有的矛盾，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生活非常扭曲，在严酷的权力斗争中，他们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为什么党能够让人失去人性，用党性来代替呢？纽约时报新兴世界专栏记者袁立6月4号发表了他对唐志学的采访报道，希望从中可以了解为什么习近平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习之后的中国会加速朝另一个方向推进吗？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据唐志学的新书介绍，在习仲勋一生中，他始终忠于党和家庭。习仲勋1913年出生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陕西的一个村庄，是个普通的农民。13岁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32岁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6岁成为副总理。这样看来，习仲勋有时似乎也会真诚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但在唐志学看来，这种对普通人的关心最终还是要符合党的利益，党的利益是要放在首要位置上的。唐志学认为，习仲勋牢记这一点，很能揣摩上面的意图。尽管如此，习仲勋的政治仕途还是很坎坷的。他被整过5次，比邓小平多2次。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用他，但他们好像都不太信任他。8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谣言说习仲勋要当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但是都没有当成。习仲勋自己认为他够格当中共国家主席或者人大委员长。习近平看到他的父亲吃过很多苦，也强调吃苦。中共的文化似乎很欣赏吃苦，认为吃苦才有精神价值。所以从政治意义上说，与其说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不如说他是共产党的儿子。他似乎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习近平走上中共官场，似乎与习仲勋不无关系。习仲勋曾跟人说，习近平是做总理的料。习近平从清华毕业之后，能为耿彪工作，习仲勋应该是起过作用的。80年代，中国媒体经常提到习近平，可能跟习仲勋的位置有关系。中共组织部青干局的严怀去河北见习近平，要不是习仲勋是书记处书记，这是不太可能的。唐志学认为，2018年习近平修宪，原因有可能跟他父亲习仲勋有关。接班问题是中共最大的问题之一。高岗、彭德怀、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都是可能的接班人，而且都跟习仲勋有密切的关系。但这些人却因此吃了很多苦，就是因为中共的接班政治很危险。如果接班政治这么危险，干脆不要接班好了。习近平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要挽救共产党，但很讽刺的是，习近平现象也说明中共接班政治是个大问题。不要接班人，习近平提出了自我革命，以为这样能救党。自我革命是要每一代中共领导人和每一代的年轻人都走上习近平的道路吗？但这又如何能保证接班落到可靠的人手里？在这个润学躺平盛行的时代，年轻一代又怎么能学会自我革命呢？中共领导的接班问题，历史教训很多。中共领导人在位的时候，选接班人很危险。你一选接班人就一定出问题。到底谁是核心？接班人有没有尊重你？有没有把您的意图了解到？在这样的政治情况之下，接班人很难做。高岗、刘少奇、林彪、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都很聪明，都有城府，但是他们都没有正确处理接班政治，因此而被打倒。现在更年轻的一代的接班问题可能还要难搞。习近平最近说他非常担心第3代，就是现在的中国青年。习近平认为，西方和中共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是长期的、严峻的，不能输也输不起，一定要警醒。所以习近平认为年轻人要学会吃苦，学会牺牲，学会斗争。其实80年代的时候，
习近平就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任何人相信共产主义，因为文革那么大的悲剧，没有人信这些东西了。他可能也觉得8964爆发的原因也是跟这种价值真空有关系，所以他觉得你必须得相信这些东西，你必须有理想。另外，习近平大讲斗争，大讲自我革命，但是唐志学觉得习近平最好不要走文革的路，他很矛盾，既大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又让人要学会斗争，又要让人相信共产主义。现在习近平的部下应该一直都在揣摩他最在乎的是什么，是意识形态还是经济，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复杂的一个政治气氛。这就是说，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他们处在共产党的机器里面，把自己也搅进去以后，实际上只能跟着这个机器转，他也不能完全掌控这个机器。最讽刺意味的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文革，目的想解决接班问题，但是他自己却不能结束这个运动。文革实际上加速了毛去世之后的中国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习近平最担心的是领导的接班问题，还有怎么让年轻一代对党忠诚的问题。他选了很多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习近平怎么保证他100年之后中国的走向呢？还是会加速他去世之后中国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呢？中共的基因之一就是一个斗，在这部机器里，每个人都跑不掉这个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怪圈。吕奥历史学者李元华指出，大权旁落是共产党的衰势，就共产党该亡了，他就是一个加速师，就得这个时候找这么一个人。如果真的找着一个所谓的能治理有方的，还让中共甚至超过美国变成经济第一大体的，那么他们不是就更祸害世界了吗？那在这过程当中就得有这么一个人出来。你如果相信历史的宿命，也是可能历史的宿命。当然我觉得毒害的是他接受的这种共产主义这套东西，这套逻辑，这套思维，所以他遇到事的时候他们就讲斗争，他不会和平的东西会好好的商量大家有什么矛盾去解决，完全不是这样。所以他就是共产党这个斗贯穿始终，斗自己人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向外斗也是要斗自己的这种霸权。他们身上这种坏的东西真是接受了这共产主义这套学说，害了他们，变成了这么一个就是让大家看着好像就跟魔鬼一样，确实这么逐渐的。因为这人常年遇见事不讲人性的时候，没有基本理性的时候，你就是在变成魔呀，一次次让自己就走向魔呀。习近平也是这样，习近平我相信他有没有内心的善良好的地方一定有，但是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共产主义这个思想的毒害下，他自己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你认为是这样吗？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